长期吃降压药的朋友，遇上这些症状可要当心哦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就像我那位亲戚阿姨一样，阿姨年近60，高血压多年，每天都会准时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。她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蛮好的，没怎么担心过。从体检报告来看，她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，一直都是稳稳的。其实高血压并不少见，根据统计，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已经接近30%，也就是说，每3-4个成年人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。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饮食西化，年轻人中也出现了不少高血压病例。高血压常被称为沉默杀手，因为它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。简单来说，高血压就是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过大。想象一下，你家水龙头开太大，管子里的压力就会变高，人体的血管也是一样。如果血压长期居高不下，它会悄悄地伤害你的心脏和血管，甚至影响肾脏健康。因此，一旦确诊高血压，很多人就需要靠药物来控制血压。血压药可以分为几类，一类是利尿剂，能帮助身体排掉多余的水和钠盐，降低血容量，就像打开排水阀一样。另一类是扩张血管的药，能放松血管壁，让血液更顺畅地流动，压力自然降低。还有能减慢心跳或抑制交感神经的药，让心脏不那么用力或血管不那么收缩。简单说，这些药物都是让血压下降，保护血管的。但每种药的作用方式不同，自然也带来不同的副作用。比如利尿剂可能会让你排尿增多，如果没有补充水分就会头晕、乏力。扩张血管的药有时会让人脸红、头痛，甚至脚踝肿。抑制心跳的药有时会让人觉得手脚冰凉、疲倦。再比如，有的利尿剂可能让体内钾离子降低，出现肌肉抽筋或心悸。还有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可能让你睡着后夜尿增多，总是感觉口干。还有一些降压药会影响血糖，因此糖尿病患者服用时要特别注意血糖变化。长期服药要特别留意这些身体变化，也要配合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。举个例子，乙型阻断剂可以降低心跳和血压，让心脏更省力，但是有些人会感到手脚更凉，运动耐力下降，甚至出现头晕心慌。如果你本身有哮喘或慢性肺病，服用乙型阻断剂可能会让呼吸更加吃力。此外，高血压药还可能影响血糖，比如糖尿病患者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时，要格外注意低血糖症状，因为有些药会让人不容易察觉血糖低的情况。这些都是再强调一次长期用药时需要注意的细节。最后提醒一句，这里提到的是几种常见的副作用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医生诊断和建议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感觉身体哪里不对劲。那天下午天气炎热，他在厨房切菜时就觉得头有些晕，他觉得眼前有些发黑，双腿发软，全身无力。即使是做一件小事，比如上楼摆放物品，他也觉得气喘吁吁，呼吸急促，像是肺里缺了力气一样。起初他以为只是普通疲劳，没当回事。甚至几次晚上，他听见身体里有咔嚓作响，有像椎间盘突出那种腿抽筋的感觉，把他一下从睡梦中惊醒。几天下来，阿姨食欲也变差了，连以前爱喝的绿豆汤都没兴趣喝了。他后来常懊恼，问自己为何晚上频繁上厕所还不当回事，幸好发现及时，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他真的感觉坐不住了，躺在床上忽然呼吸很困难，胸口闷闷的，还感觉恶心想呕吐，病状比头晕还严重。老伴儿看他气色越来越差，赶紧扶着他去医院急诊。到了医院做了检查，原来血钾偏低，轻微脱水。原来他吃的降压药就是利尿剂，长期以来经常把他身体里的钠和水分排掉很多。长期下来，他体内的钠钾平衡被打乱，就像鱼缸里的水被排走一样，会变浑浊。钾离子缺乏后，肌肉乏力，神经兴奋性下降，这才出现胸闷、气喘、全身无力等症状。医生告诉他，危险就在一瞬间，如果再晚一步送医，后果可能就更严重了。幸好经过补钾和补充水分治疗，他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整件事都被医生归纳为利尿剂副作用引起的低血钾和脱水。阿姨听着听着头一阵发热，后悔当初没有及时跟医生反映，
自己经常起夜喝水的情况。除了这位阿姨的经历，高血压药的副作用还有其他表现，比如有些朋友服用常见的降压药后会一直咳嗽，这类药本来是帮助扩张血管、降低血压的好东西，但它们的副作用可能会引发干咳。有一位邻居阿姨就因为吃了这种药，开始不停地咳嗽，每天夜里都咳得睡不着觉。她以为是普通感冒，四处买止咳药都没用，结果胃也难受，最后到医院才发现是药物在作怪。医生给她换了另一种不会咳嗽的降压药后，咳嗽才慢慢止住。换药后，阿姨一身轻松，才苦笑说，这次真算劫后余生。从此以后，她每次听到有人讨论药物副作用，就会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，提醒大家一定要多问医生，不要只图降压效果，忽略副作用。还有一种警讯，就是如果你开始出现心悸、心跳不规则，千万要注意。长期吃某些降压药的朋友，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心跳飞快或者乱跳，心里直慌，这往往是体内钾元素偏低引起的心律问题。有次我同事小张也遇到这样的事，他本来每天按时吃药控制血压，可是一天下午在办公室突然觉得心跳像打鼓一样，手脚冰凉，还以为要心脏病发作，当场吓坏同事。后来赶紧送医院检查，发现他血钾很低，是低血钾引起的心律不齐。医生让他立刻停药，补充钾剂，几天调整后情况才好转。医生还叮嘱他以后要多吃香蕉、马铃薯、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，定期检查血钾。事后，小张经常拿这件事提醒身边的朋友，吃降压药一定要注意电解质，不要硬撑，有事就要找医生。总之，如果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发现自己身体出现以下3种信号，就要提高警惕。第一，突然出现明显的全身乏力和头晕头胀，连平时能做的简单事都难以完成。第二，无来由的持续性干咳，普通感冒药和休息都无法缓解。第三，频繁出现心悸、心跳不规则，经常觉得胸闷或心慌。一旦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况，都该立刻就医检查，并在医生指导下停药，不要拖延。讲完药物的反应，我们再来聊聊吃降压药时需要注意的饮食。有些食物要多加小心，否则可能让你的血压跌不下来，还有可能升得更高。首先要提到的是西柚。有位李先生每天早晚按时吃降压药，某天在超市看到西柚打折，觉得酸甜开胃，就买了一袋。没想到当天吃完西柚又吃降压药后不到1个小时，他就头晕目眩，心跳加快，全身乏力，差点晕倒。幸好妻子及时发现，赶紧送他去医院急救。医生说，西柚里有一种特殊成分会抑制肝脏分解药物的速度，让药物浓度突然飙升。简单说，吃降压药时吃西柚，相当于把药效放大了好几倍。此后，李先生再也不敢碰西柚了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不仅西柚、葡萄柚、柚子这些柑橘类水果也有类似成分，服药时也最好避免。第二类是各种甜食，我们日常喜欢的糖果、蛋糕、巧克力、甜点等，里面糖分含量都很高。虽然甜食不会像盐那样直接升高血压，但它会导致血糖升高，胰岛素增多。过量的胰岛素会刺激血管收缩，使血压升高。还有，糖吃太多容易发胖，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。现在市面上很多低卡、无糖零食，仔细一看里面也加了不少添加糖。例如，有些标榜低脂的零食，其实一打开就能吃出来满满的甜味。有位同事张小姐非常爱吃甜食，每天都要喝甜饮料、吃点心。起初她以为只要吃药就没问题，结果一段时间后血压还是飙高，吃多少药都不稳定。后来她改掉天天吃甜点的习惯，多喝白开水，吃水果蔬菜，慢慢血压才回落。这告诉我们，服药期间尽量少碰甜食，否则不但影响血压，还可能让身体更难控制体重。第三种要注意的食物是高盐的腌制品。很多人喜欢吃腌菜、豆腐乳、泡菜、咸鱼等下饭开胃的小吃，但这些东西盐分都很高，血压就像家里水管的压力，往里面加太多盐就相当于把水压加高。老王是个老乡，特别爱吃家里自制的豆豉和咸肉粽子，每餐都放很多咸味，他的血压一直很难控制。
医生和家人多次提醒他低盐饮食，他就是不听。结果某次血压突然飙高，得吓坏了他自己，他才惊觉问题多大。事后他也后悔了，从此改食淡口味，搭配清淡菜饭，血压才终于降下来。连外面小吃店里的卤味、酱香排骨等，里面盐量也很惊人，更别提每年过年过节里的咸鱼咸蛋、腊肠腊肉等高盐食品。服用降压药时还猛吃咸食，效果真的会打折扣。最后提醒大家，牛奶和奶制品也要留意。一些人吃药时习惯用牛奶送服，或者睡前喝杯温牛奶助眠，但牛奶里面含有丰富的钙、蛋白质等成分，这些会和药物发生反应，产生不溶于水的物质，让药物吸收变差。此外，牛奶里还含有一种叫做酪胺的东西，虽然我们人体有酶分解它，但有些降压药会抑制这些酶的活性。如果同时喝了牛奶，体内的酪胺堆积过多，有可能让血压突然升高。比如有位王女士习惯睡前喝杯热牛奶，然后吃药，结果第二天早上血压又升了一点。后来她改成先吃药，隔半小时再喝牛奶，血压就稳定了。建议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别马上喝牛奶，也不要把药片泡在牛奶里吃，这样可以避免药效受影响，让血压更容易控制下来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大致上把血压药的基本原理、副作用以及出现这3种异常信号就要停药和4类忌口食物的重点都聊过了。除此之外，正确的用药习惯也很重要。很多人因为忙碌而忘记吃药，结果血压忽高忽低。建议大家设闹钟提醒自己按时吃药，或者买个每周分隔药盒，帮助规律服药。如果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，可以请医生开复方或长效组合药，减少早晚换药的麻烦。旅游或出差时，别忘了带足够药物和血压计，即使在外，也要按时服药和量血压，不要因为作息改变就掉以轻心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，吃药的同时更要注意生活方式和饮食。如果血压恢复到正常水平，也需要在医生评估下考虑减药或停药。千万别看到血压一时正常就自己停药，随便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剧烈波动，把血管和心脏都搞垮。有些朋友习惯血压正常就停药，高了再吃回去，结果把血管伤得更厉害。记住，服用降压药一定要规律按时，不要自己做主。此外，高血压患者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按时检查血压、血钾和肾功能非常重要，要经常测量血压，把记录告诉医生，帮助调整治疗方案。规律作息、充足睡眠也有助于血压稳定，熬夜和情绪波动都可能让血压飙升。别忘了戒烟限酒，因为香烟和酒精都会让血管收缩或扩张不均，对血压非常不利。适度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保持心情舒畅也能减少压力对血压的影响。比如每天散散步、做做太极、听听轻音乐，对高血压患者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。此外，现在很多人用手机和智能设备来管理健康，有些手机 App 可以记录血压和用药时间，还能把数据分享给医生参考，帮助你更好地跟踪病情。有的电子血压计和手环还能自动记录日常血压变化，提醒你注意用药和检查。利用科技手段也能大大提高控压效果。另外，要定期检查高血压可能造成的其他器官损害，比如做心电图检查、颈动脉超声、肾功能和眼底检查等。有时血压正常也要注意并发症，如果经常觉得眼花、头痛或尿检异常，都要及早告诉医生，因为这些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潜在问题。保持正常体重也是血压管理中非常关键的一环。医学研究发现，减重效果非常明显，体重每减少 5% 到 10%， 收缩压大约能下降好几毫米汞柱。也就是说，减掉5到10公斤，血压可能就自然降下来一些。所以高血压患者不仅要吃药，更要控制饮食热量，适量运动，保持健康体重。网上和朋友口耳相传的各种降压偏方也要当心，比如有人宣传饮用苦瓜水、玉米须茶可以降压，这类东西对身体的确无伤害，但效果往往有限。不少高血压患者自己买来喝，一发现血压没下降就改吃更重的偏方。其实正常血压是靠药物和生活改变一起维持的。记住，降压药不能省，即使再多饮用那些保健茶，也要坚持按医生嘱咐服药。
如果改变药量或配合偏方，务必要事先咨询医生。有些人喜欢参加健身或运动群，有伴一起锻炼确实能更容易坚持。比如每天约家人或朋友一起晨跑、游泳、打太极，既能增强体质，又能督促彼此规律运动。研究表明，每周至少坚持3到5次运动，每次不少于30分钟，对稳定血压帮助很大。运动还能减轻压力和焦虑，有助于心情放松。当然，运动时别剧烈用力，也别马上停下来，最好慢慢热身和缓和，避免血压变动。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建议还包括多吃富含钾、镁、钙的食物。钾盐能中和体内过多的钠，多吃香蕉、马铃薯、菠菜、西红柿等食物。镁可以帮助放松血管，坚果、全谷类和绿叶蔬菜中就含有。钙则来自牛奶、酸奶和豆制品，这些营养素都可以在日常饮食中补充到。相反，要少吃加工食品，像咸饼干、罐头汤和速食面等，里面含钠很高。另外，香槟和过多的咖啡、浓茶也应少喝，因为它们都可能让血压升高。此外，定期检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高血压可能会悄悄伤害你的心脏、肾脏和眼睛等器官，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身体检，特别是心电图、肾功能、眼底检查和颈动脉超声，这样可以及早发现血压对器官的潜在影响。比如眼底检查能看到是否出现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，心脏彩超可以了解心肌是否增厚，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，就能防患于未然。最后再一句，规律吃药、健康饮食、适度运动缺一不可，这样才能真正把血压守住守稳。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特的，如果你觉得有哪里不对，别慌张，记住第一时间找医生。只要根据医嘱坚持吃药，多关注生活细节，你就能把血压管控在理想范围之内。愿大家都能健康生活，远离高血压的烦恼。